当那名戴着笠帽的瞎子右脚的布鞋踏上了皇城广场青石板上的积水时，禁军便发出了第一声警告，并且开始集结武力，准备一举擒获此人。然而五竹却像是根本没有听到那声足以令天下绝大多数人感到心寒的警告，他依旧只是稳定而沉默地行走着。在皇城上禁军将领警惕的目光中，在广场上禁军士兵寒冷肃杀的目光中，一步一步稳定地走着。如是者警告3次，漫天大雨中的那个布衣瞎子依然似若未闻，视若无睹，一步步地向着广场中央，向着皇宫的正门行去。哪怕在这个时候，禁军的将士们依然认为这个古怪的人物是个疯子，没有把他和一名刺客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世俗人看来，再如何强大的刺客，哪怕是当年的四顾剑，也不可能选择这样光明正大的方式刺杀。在余万禁军的包围中，在高耸入天的皇宫城墙下，没有人能够杀破这么多人的阻拦，杀入皇宫剑指陛下，除非这个世间真的有神。所以禁军们认为这个古怪的瞎子或许只是一个运气极为不好的疯子，在这样紧张的时局中忽然闯到了皇宫前的禁地，迎接他的只可能是死亡。五竹依然在行走，似乎没有看到面前拦着自己的那一列禁军士兵。此时漫天的风雨依然在肆虐，无穷无尽的雨水就像是东海上的巨浪，他孤零零的身影将要吞没，却始终无法真的吞没，因为他又从雨中走了出来。杀！一名禁军校官双眼微眯，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寒意从不远处那个瞎子的身上透了出来。那个瞎子已经走入了禁地，而且一种危险的感觉让这名校官不再有任何犹豫，发出了指令。啪的一声，拦在五竹身前的禁军齐声拔刀，刀光刹那间耀亮了皇宫前阴雨如瀑的天空。没有痴痴剑芒大作，五竹只是稳定地抽出了腰畔的铁签，然后刺了出去。他的速度在暴力的风雨中并不显得很快，而且出签之势也并不如何绝妙。然而每一次铁签递出去时，签夹便会准确地刺中一名禁军的咽喉。准确、干净、稳定，这便是五竹出手时的感觉，非常简单。然而简单到了极致，便成为了某种境界。从那名校官杀字出口到五竹刺死了面前所有的禁军士兵，只不过过去了数息时间。漫天雨水之中，五竹的身后倒着一地尸体，鲜血刚一从那些尸体的咽喉里涌出来，便被雨水冲淡冲走。在杀人的过程里，五竹的速度没有丝毫变化，两只脚在雨中前进的步伐依然是那样的稳定，就像是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一路穿雨而行，一路杀人而行。这不是绝世高手的潇洒，也没有给皇宫四周所有禁军带来强者闲庭信步的感觉，他们只是觉得冷，很冷。因为那个瞎子的出手是那样的稳定，稳定到甚至无比冷漠的程度。禁军甚至不知道那些同僚是怎样死在了那把铁签之下，因为那个戴着笠帽的瞎子身上并没有足以冲破天地的气势，他的出手也并不如何刁钻毒辣，只是那把铁签像是蒙上了一层上天的寒冷，在雨水中轻而易举地计算出了所有的角度，所有的可能，然后挑选了最合理的一个空间缝隙递了出去。看似简单，实则惊天泣地，足以令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完全丧失任何与之为敌的信心。那名校官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下属哼都没有哼一声，便死在了这个戴着笠帽的瞎子的手下。他浑身上下都感到了一股寒意，比深州不停落下的秋雨更加寒冷。五竹走到了他的身前，校官忽然觉得对方那件被雨水打湿，变得颜色有些深的布衣，不像是一件寻常的衣衫。对方握着的铁签也不是寻常的兵器，对方不是一个人，而是凝结了天地间所有的玄妙，呼吸着天地间所有含义的怪物。校官浑身颤抖，奋勇地拔出刀去，
然后看见了一柄铁签在自己的颌下刺入，再如闪电一般收回。太快了！为什么先前看着那么慢？为什么自己怎么躲也躲不开呢？校官带着这样的疑问，重重地摔倒在雨水之中，满是惊恐的双瞳见要被积水淹没。然后他看着一双湿透了的布鞋在自己的头颅边走过，便在这个时候，那双穿着布鞋的脚依然是那样的稳定。雨还是在一直下，禁军一直在死。对那个戴着笠帽的杀神所带来的未知恐惧，让负责皇宫安危的禁军士兵们变得极为愤怒和勇敢，前赴后继地杀了过来。然而这些禁军竟是连五竹稳定的脚步都无法阻止一丝。五竹低头转身屈膝，以完全超乎凡人想象的冷静与计算能力，平静地让开所有可能伤害到自己身体的兵器，然后直直地递出铁签，撕开面前的秋雨帘幕，撕开面前的重重围困。他只是要进皇宫看看，便因为这个原因，不停地有人倒在他的身边，不停地有鲜血映红了雨帘，不停地有人在死，摔落雨中，不停地有惊呼，有惨叫，有闷哼。就像一个不知缘由跌落尘埃来到人间的上天使者，用一种最平静的方式，也是最令人感到恐惧的方式，在收割着帝王身旁的护卫，收割着凡俗卑贱的性命。五竹身前的人越来越少，地上的死尸却越来越多。忽然间，五竹在皇城正前方的广场中央停住了脚步，他的身旁已经没有一个人站着了。在他的四周，数百名禁军倒卧于血泊之中，再如何暴烈的秋雨，此时也无法在一瞬间内将这些血水洗干净。他缓缓抬起头来，看着皇城之上，城上的禁军已弯弓搭箭，密密麻麻的羽箭已经瞄准了宫门前方的五竹，随时可能万箭齐发。五竹就站在血水之中，抬起头来，隔着那块黑布，看着熟悉而陌生的皇城，看着那些恐怖的箭支，露在布外的脸庞依然是一脸的平静，根本没有任何惧意。他只是缓缓地抬起右臂，将手中的铁签伸到了暴雨之中，任雨水洗去上面的血迹。雨水啪啪地击打在铁签之上，被那柄铁签杀得失魂落魄的禁军已经听命收回宫门之中。此时朱红色的宫门紧闭，扩大的广场上，除了那些倒卧于地的血尸，便只有若惊涛骇浪一般漫天的风雨和那个戴着笠帽孤独站立着的瞎子。皇城上下无数人看到了这一幕，都感到了一股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寒意。这个强大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瞎子究竟是谁？